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28日下午的13点5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昨天美股出现了一个上行动作，这个上行动作呢符合了我们周线级别下跌吸筹之后完成一个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预期。但是呢我们观察到啊，昨天我提到了啊，昨天美股容易出现一个冲高回落，但是事实上呢，美股直接一根在分时上的大阳线，涨幅达到 1.76%， 这样呢，它的阻力位就上移到33,600美金啊，33,600点这个位置呢，我认为是前期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同时呢，也是周线上60日均线这个位置。所以呢，在均线压制和筹码密集区共同的作用下啊，下周容易走什么呢？容易走惯性反弹之后的冲高回落啊。但是呢，今天是周六啊，明天周日，美股的影响在周六周日是逐渐减弱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比特币的行情我们观察到了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同时呢，我们观察到啊，低点出现在昨天2点钟附近啊，昨天2点钟附近，也就是说，比特币没有完全跟着美股的反弹动作进行啊，出现了一个独立行情。但是走独立行情之后呢，我认为比特币会跟随美股啊，不是同步，但是它会跟随。同时呢，在结构上看啊，我们观察比特币小日线上出现了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跌破之后，我们观察到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焦点啊，就是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焦点。跌破这个三角形之后，这个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是有黑洞效应的。什么是黑洞效应呢？黑洞效应会吸引价格往焦点位置上去移动。那么这样看来呢，我们首先从外围市场表现，美股目前走势非常强势，处在反弹趋势当中。虽然走完了日线级别上涨吸筹，但是它还有惯性。还有一个冲高回落的动作，所以呢，有这样的预期的前提下，比特币在当前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结构，在这样的结构当中呢，就非常容易反弹上来，最终呢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筹。同时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观察的是4小时线前面有过我们观察一下4小时线。前面有过悟空阳线组和八阶阳线组，那么在震荡过程当中回打下来之后这个八阶阳线组被杀死了之后但是这个悟空阳线还在，目前的价格处在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这样呢容易出现一个反弹容易出现这样的反弹时间级别仍然是4小时级别的前面的悟空阳线组还有效八戒被杀死了之后，它还有可能会复活同时这个结构上有这样的这个收敛结构跌破之后容易发生反弹的这个结构结构上是这样。同时美股有一个上行动作，会带动比特币上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比特币有可能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当然了，我前面行情当中一直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告诉大家要有一个空单，那这个空单呢是起到观察作用的要一个小仓位的，非常小仓位的观察用来观察，这个仓位呢是用来观察。然后呢，这个仓位如果被爆掉之后我们会观察到反弹有可能在4小时级别反弹过程当中反弹到我们的目标位33,000美金。33,000美金呢是日线级别上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这条波谷连线呢是从去年1月份也就是这个牛市的中期1月份去年1月份连接至今的位于33,000美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之前行情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4次触及到这个位置，4次触及到这个33,000美金看我的视频呢，一定要看图一定要看图4次触及到这个位置之后在5月初行情当中被跌破。
跌破之后呢，出现新低26000啊，26500，在这里呢发生了反弹，反弹的时间级别呢是4小时的啊。你看这轮4小时级别反弹啊，从低点发生啊5月12日一直运行到28日啊，大概有16天啊，16个交易日，这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震荡啊，运行了16天。这16天里呢，很多人都感觉内心呢非常折磨啊，因为这个盘整震荡非常耗神啊，多空呢不明。但我这里有一个观点啊，我一直在行情当中说，就是行情啊，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低点出现之后啊，比如说这轮行情是26500，非常容易做诱空动作。这个诱空呢，甚至会形成像这轮行情当中以太坊一样，形成一个左高右低的结构。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啊，左高右低的结构，这种结构呢，就是完全想把大家全部的思维带入到空头行情当中啊，带入到空头行情当中。但是呢，这轮行情啊，虽然是下跌啊，暴跌、急跌、周线级别下跌，但是呢，仍然有机会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啊，到日线级别的反弹。为什么这么说呢？行情的运行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原理啊，行情是这样走出来的啊。那这轮行情呢，走出了啊，比特币这方面走出了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正常它会有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那目前行情当中，我们观察到了外围市场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出现日线级别反弹了，但是呢，比特币非常弱势，连4小时级别反弹都没有做出来，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所以呢，这轮行情有机会出现这个反弹，有机会到达33000美金。我一直这样说啊，行情呢我们走着看啊，但是呢，把话说回来啊，目前行情处于一个非常明显的熊市当中啊，比特币呢已经走出了周线级别下跌啊，非常明显的下跌。那我们的目标位呢是在第一阶段啊，6月底的行情当中会看到2万美金。为什么这么说呢？参考历史嘛，上一轮行情当中，18年这波熊市啊，第一波的下跌，跌幅达到70%，形成一个平台啊，70%我们看到了，我用这个测图工具测量出来了，70%之后形成平台，然后再次下跌，最终呢跌幅达到85%。那这一轮行情，我们看这轮行情啊，跌幅远远没有达到啊，目前最大跌幅是60%啊，也就是在最低点啊往下走还有10%的空间啊，从最高点算还有10%的空间。如果跌幅达到70%的话呢，我们能看到2万美金的比特币。所以呢，在今年6月底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看到这个位置啊。行情呢趋势是下行，但是呢周期切换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个反弹，耐心等待这个反弹的同时呢，建立一个空头仓位用以观察。这个观察仓呢是用来和行情建立联系的啊。如果你不把钱啊布局到比特币这里形成一个仓位，你和行情就完全没有关系。脱离关系之后呢，你就感觉无论它怎么样反弹，你都不好介入这个行情啊。但是你有观察仓之后，你的资金和比特币的行情构成了联系，构成联系之后呢，你就很容易去啊，如果行情波动到哪里，你会非常敏感啊 sensitive 非常敏感啊，找到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说跟我同步，跟我的讲解同步啊，找到这样的位置。比如说我说4小时级别反弹的目标位可能到达33000啊。那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呢，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出日线级别的反弹啊，日线级别标志性阳线甚至都没有走出来，一直处于一个震荡行情当中啊。日线级别的反弹目标位呢是要达到35000啊，35000是上轮下跌过程当中日线级别的一个8界的位置啊，一个8界的位置，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8界阴线啊，就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第2轮的8界阴线啊，这个位置。所以呢，
首先建立观察仓和这个行情产生联系，产生联系之后呢，给行情一点时间啊，给自己一点耐心啊，然后慢慢等待这个位置的出现。这个位置一旦出现呢，就是我们加仓的时间点啊，布局仓位的时间点。同时呢，我认为在布局仓位的同时啊，要控制仓位啊。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做行情分析，感觉到啊，就是控制仓位是非常重要的啊。位置啊，行情当中只有3个东西嘛，趋势、位置和仓位啊。你能控制的呢，是行情波动到哪个位置的时候啊，你控制你的仓位啊，控制你的仓位。这个仓位要怎么控制呢？如果这个仓位大到你睡不着觉了的时候啊，一定要减仓。那这个仓位呢，能够让你非常好的休息啊，你这个仓位布局的就合理的啊。最大的仓位呢，我认为是在40%左右啊。无论你多大资金啊，你的最大仓位呢控制在40%啊。这个40%的仓位是很多经验所得啊。你在40%的仓位下啊，相当于很大的仓位里，虽然相当于重仓，但是你能睡着觉啊，这也是我的经验。那比特币就说到这里啊，就是震荡啊，跌破结构之后，它会有修复啊，修复上方压力呢是在33000美金啊，33000美金和35000美金是可以布局空单的啊。同时呢，大趋势是下行啊，所以呢，主要布局的方向呢是多空。那我们再说一下以太坊啊，以太坊在这轮行情当中啊，跌幅啊领跌于比特币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上可以看到啊，日线级别啊，在焦点位这个位置上发生下杀，这个位置上下杀啊，在焦点位这个位置上下杀是不容易回来的，在近焦点位置上跌破是容易回来的。但是呢，我们观察到啊，这是在焦点位下杀，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出现了一个领跌。同时呢，以太坊这个交易对上啊，我们观察到一个左高右低的形态，这个形态呢是高度诱空啊，高度诱空。我认为在这个位置上去追空啊，因为新低出现了嘛，很多人去追空，追空的人很容易会爆仓啊，很容易在拉升过程当中爆仓。但是呢，这个反弹呢，我认为会出现。反弹的第一目标位呢，日线级别我们观察到啊，日线级别这里面有个红色线啊，就是这轮行情波峰的连线啊，连接过来之后，这个位置呢是2250啊，就是说，如果能够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啊，在以太坊这里能够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反弹的目标位是在2250美金附近，这也是我们第一个仓位啊，建仓空单的时间节点。因为整个以太坊目前是领跌于比特币的领跌之后呢，它的趋势主要是下行，大趋势下行的情况下它做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但是呢没有做4小时级别反弹，我们要等的就是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的目标位呢是2250，那日线级别反弹目标位呢是上面这个区间也就是2500到2600这个区间。同时呢，2600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这个位置跌破之后呢，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大概是5月初的节目当中，我说这个位置跌破之后，以太坊下行空间大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波谷的连线的位置如果一旦跌破，下行空间已经完全打开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布局空单但我们不是在风险中布局空单。什么是风险呢？左高右低这个结构就非常有风险性非常容易出现快速拉升然后爆你的空单。而且如果出现拉升，如果出现反弹，它的反弹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在熊市当中会非常经常的看到缓跌，一直在跌，一直在跌，但是它的反弹呢，急速反弹昨天晚上有个案例叫道指马斯特是说了用道指可以换购特斯拉的一些附件所以呢，昨天晚上道指这个代币出现了一个1分钟之拉升它的1分钟线拉升速度非常快我们现在看的是5分钟的，但实际上这根阳线
1分钟拉上去了，拉升了16%啊，直接爆掉了10倍空单啊，10倍以上的空单全被爆掉了啊。所以呢，这个庄家是非常坏的啊，经常走这种玩法，就是像以太坊这种4.2级别上左高右低的一个低点出现了，所有的人都追空，但是它会走一个急拉，急拉你是反不过来的啊，你如果不设置止损的话，你反不过来，直接会被爆掉。所以呢，在行情当中要避免这种。那怎样避免呢？怎样避免呢？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仓位啊，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尽量要耐心等待要耐心等待。你可以有个观察仓，但是呢，要耐心等待。在行情当中，我们要做到一点我反复说了这一点，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要伤害自己怎么不伤害自己呢？设置止损控制自己，合理的布局仓位给自己和行情一点空间和耐心等待我们应该做我们应该进场的一个位置耐心等待这个机会。然后山寨的走势更极端一些比如说这个 Waves 我们看周线已经走了一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这面是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分别是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走完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我们看这个突然出现了一个上影线，这里呢是有机会走这个日线级别反弹的，也就是这个位置有走这个日线级别反弹吸油的一个动作的有了这个动作，这根阳线呢可以当做是悟空阳线，但是呢随着比特币的下跌它这个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被这个空头杀死了，杀死之后接着往下跌。目前我们看周线完成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再次下杀出现了一个新的周线级别悟空、周线级别八戒、周线级别沙僧甚至下一周有可能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但是呢这个位置我们是非常感觉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已经很便宜了4.4块了非常便宜了，相对于之前的底部9块多钱已经打了骨折了。但是呢这个位置还不适合做多非常不适合做多因为这个行情在这轮熊市特别是这种游戏币走势都非常残忍它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我们看它是从底部大概$2走上来的，目前它的状态还是翻倍的虽然它在上涨过程当中走势非常凶狠最高涨到$63但是呢当前时间点$4仍然不是它的一个底部它的下跌趋势呢仍然存在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它将要完成2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同时呢我们把它打到月线月线上2个大阴线走出来之后这个底部没有完全走出来，我认为在长周期上来看在周线上有横盘动作之后才是一个可以耐心分布式抄底的一个位置同时呢目前像这个 Waves 之类的 Waves ADA 目前走势波动它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合约如果想做的话可以，但是一定要设置止损之后然后低倍杠杆去做高倍很容易被它的波动拉爆今天我做了这个 JAL 这个是早上做了一波有获利，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它的反弹打到了我的止盈位那我正在考虑做它的第2轮空单。那怎么做呢？如果出现一个高点，把高点设置成止损位然后顺着行情往下做顺着行情往下做。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